顾念穿越到了一本70年代重生文里，成为好吃懒做的极品。面对找上门的渣男贱女，顾念贴心送上祝福，祝他们出门就被狗咬，吃饭会被噎着，喝凉水都会塞牙。面对臭不要脸的极品、仗势欺人的同学，顾念亲切地问候了他们一番。妈的老闺女啊，你可不能有事啊！你要是走了，叫妈可怎么活啊？顾念朦朦胧胧间就听到了这么句话，费力地睁开眼皮，就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老闺女啊，妈就知道你命硬着呢，才不会小小年纪就丢下妈不管。顾念还迷迷糊糊呢，就被老太太抱了个满怀，一抬头就看到了那个正满脸慈爱地望向他的老太太。不是吧，我这是穿越了，不然我一个孤儿上哪里弄个妈去？老闺女，我之前就说过，那李木生就不是个好的，现在他还和丽丽那丫头搅和在一起，你为了他撞墙，多不值啊！看来这具身体的原主是因为赌气撞墙，直接就把自己的小命撞没了。还没等细想，一股陌生的记忆就涌进了他的脑海，他不由得伸手扶额。一旁的老太太见他这个动作，还以为他是头疼，立刻从炕上起身，他拉着鞋子就出了屋子。三毛，你小姑刚醒了，你赶紧去卫生所找刘大夫，让他来给你小姑看看。顾念此时注意不到，他正在认真地接收着这具身体的记忆。很巧，原主也叫顾念，小名叫宝丫，是个17岁的小姑娘，今年刚上高一。刚刚的老太太是小姑娘的母亲，名叫王桂芳，原主是她40岁所生，是最小的孩子，所以格外疼爱一些。直到看到杨老头离世前与原主的单独谈话，原主竟然不是杨老头的亲闺女，而是他捡来的。当年老太太因为年纪大难产，杨老头送她去了镇里的卫生院，当然是保住了，但孩子没有，老太太生产完就晕倒了，并不知道这一噩耗。恰巧她在卫生院门口发现了被遗弃的原主，一时心善就抱了回去。这件事她一直瞒着全家人，直到死之前才单独告诉了原主，并把她当年带着的半块玉佩还给了原主。原主知道这事后，心思倒是有些活络。他在县城上学的时候，看到过同班的有钱同学带着差不多的玉佩。顾念看到这感觉到有些许不对劲，按理说原主一心想着去找有钱的亲生父母，又怎么会因为感情自杀呢？他尝试努力回忆，可是关于那段记忆却大部分是空白的，只记得似乎有人推了他一把。原主的死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刘大夫来了，快请进。王桂芳招呼的声音打断了顾念的思绪，他下意识转头去看，就见一个面善的中年男人跟在老太太身后走了进来。刘大夫走到顾念身边，仔细检查了一番他的伤口，对着老太太说道：你家宝丫真是福大命大，这伤的可不轻，我又给她擦了点药水，消了消毒。我这儿不能缝针，你们最好带她去趟卫生院，这大热天的，伤要是处理不好，很容易发炎流脓的，到时候就不是留不留疤的问题了，感染过度可能会要了命的。老太太听了这话，心都被提了起来。啥？还得去缝针？那我得赶紧去借牛车，不然只靠我们2条腿走到卫生院，他们都得下班了。刘大夫点了点头，这顾家人别的不说，疼闺女在整个大队都是有名的。妈，我没事的，你别太担心。顾念乖巧地看向老太太，老太太听了这话更加心疼了。送走了刘大夫后，她立刻去大队长家借了牛车，又去地里喊了顾老二顾爱军，让他赶牛车送他们去镇里的卫生院。顾爱军一向是他妈说啥是啥，一听这话，赶紧去和小队长请了假，赶着牛车就去了镇里。三人快去快回，竟然在中午前就回了顾家。老太太一回到院子里，就进了厨房，打算给她老闺女做点好吃的，好好补一补。其实说是好吃的，也就鸡蛋羹了。这年头家家户户过得都不容易，吃点油水都要逢年过节的。而顾爱军还完牛车，就又去了农田干活。厨房里老太太忙活着，屋子里顾念正躺在炕上准备睡一会儿呢，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了敲门声。你来我家干啥？害我小姑害得还不够吗？现在竟然还敢找上门来了！厨房里的老太太听到了声音，立刻走了出来，看清楚来人是谁后，不由得怒火冲天。李木生，我家宝丫哪里对不住你？你不仅背信弃义，现在还领着牛丽丽上门耀武扬威，真以为我杨家好欺负吗？王桂芳口中的李木生，就是原主一直喜欢的人。原本两家人见他们相处的不错，也想着结个亲家。可临近订婚的日子，李木生不知怎么的，又和大队会计家的牛丽丽处上对象了。就是不知道这李木生和牛丽丽是不是害死原主的凶手。顾念从炕上下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思索着。只听老太太刚说完话，一道略显矫揉造作的女声就传了进来：大娘，你怎么能这么想木生哥呢？木生哥一听到宝丫出事，就去供销社买了陶罐头，买完就带着我就来看宝丫了。牛丽丽说完，顾念也从屋里走了出来，的视线转到了门口的两人身上。那牛丽丽样貌还算清秀，只不过个子有一点矮，看样子还不到1.5米。而那李木生倒是长得人模人样，1.75米的身高，典型的国字脸，浓眉大眼的，正是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样子。宝丫，你这怎么伤的这么严重啊？
怕不是要留疤了吧？牛丽丽面上看着有些担心，但眼睛里的幸灾乐祸都快溢出来。还才穿越就遇上绝世白莲花，带着东西滚出去，我家不欢迎你们。宝丫，我和木生哥可是好心来看望你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牛丽丽一副被伤到了的样子，顾念可不吃她这套。滚出我家！我不想再说第3遍。木生哥，我看宝丫就是因爱生恨呢，他不会想打我吧？我好怕哦。牛丽丽揽着李木生的胳膊撒着娇，李木生立马安慰她：丽丽别怕，你木生哥在呢。宝丫，没想到你这么恶毒，丽丽只不过是担心你，你就恶语相向，还好我没和你在一起。顾念感觉脑门上的青筋都要冒出来了，眼前的这一对狗男女，不打他们一顿，都对不起他们说的这些废话。一边想着，顾念的手也扬了起来，没等李木生反应过来，他的脸颊就感受到了一股重击。牛丽丽有些怔愣，随后张牙舞爪的冲顾念冲了过来。你竟然敢打木生哥，我和你拼了！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头，像个疯婆子似的。就在顾念准备出手的时候，一个大扫帚直接拍在了牛丽丽的脸上。我呸！就你也想欺负我闺女？先吃老娘一扫帚！杨三毛一看老太太和牛丽丽打了起来，立刻上来帮忙。顾念也没闲着，只见他脱了布鞋，就向李木生冲了过去。没给李木生反应的机会，上去就是一个过肩摔。没一会儿，院子里就响起了鞋底与脸颊碰触的声音，那叫一个清脆。李木生难以置信地看着顾念，他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让我一个男人毫无还手之力？这还是之前那个只知道跟在我屁股后面的顾宝丫吗？直到打得李木生脸上没一处好地方，卑微的跪地求饶，顾念才停下了手，总算帮原主出了一口恶气。杨三毛他们见顾念停了手，也没再继续打，那牛丽丽也没什么战斗力了，此时正坐在地上哭泣呢。顾宝丫，你给我等着！牛丽丽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小跑到了李木生身边。木生哥，你没事吧？顾宝丫怎么敢下这么狠的手啊？说完，还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李木生的脸。李木生顿时感觉到了针扎般的刺痛，他没好气地大力拍掉了牛丽丽的手。牛丽丽在家里也是受宠的，下意识就想打回去，可还是忍住了。顾宝丫，你给我！一旁的李木生刚想放狠话，就被顾念堵住了。又是让我等着，你们能不能换句词？我耳朵都要听得起茧子了。顾念不屑地看了两人一眼。你……李木生用手指着顾念，一时间想不到反驳的话。顾念突然勾起一抹坏笑，那就让我这个长辈教教你吧。听好了啊，祝你们这对初恋冰河的有情人，出门就被狗咬，说话就咬舌头，吃饭会被噎着，喝凉水都得塞牙。恶毒！李木生憋了半天，就憋出了这么一句话。随后他见顾念弯下身，似乎又要脱鞋的样子，顿时感到脸上一痛，拽着旁边的牛丽丽，着急忙慌地跑出了顾家。切，垃圾！顾念无趣地撇了撇嘴，随后就看到老太太和三毛一脸崇拜地看着他。糟了，这是不是崩人设了？哎呀妈呀，老闺女，我就说你最像我，果然没错，今天这一出有我当年的模样了，就应该这样，别人让咱不舒服，那咱就得让他们不舒服，凭啥糟践自己啊？妈，我知道之前是我想拆了，不会再想不开了。哎，这才是妈的好闺女。就在顾家三人其乐融融的时候，突然听到了2道尖叫声以及狗叫的声音。这是谁家的狗跑出来了？不会咬到人了吧？王桂芳疑惑地走到院子门口，往远处看去。顾念不想看热闹，就回屋准备休息去了。刚躺回炕上，感觉还有些疼的脑袋，怎么打了一架还不疼了？难道打架还治伤不成？嗨嗨，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你的系统1412号。刚刚要不是我帮你消除痛楚和压制李木生，宿主估计已经躺板板了哦。一道机械音出现在了顾念的脑袋里。1412号，你们这系统挺多啊。那当然，这多亏了我们的主神系统，在他的带领下，见这系统有变成唐僧的趋势，顾念赶紧叫停。停，我可不是来听你汇报的，快点说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吧。事情是这样的，宿主通宵看小说时，我就在现场，所以在你不小心嘎了之后，就立刻带走了你的魂魄，完成了系统绑定。宿主不必道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系统1412号有些小娇羞的邀功道，原本在他的预想里，宿主应该会对他感激涕零，最起码也要礼遇有加，但顾念注定要让他失望了。你不说我都忘了，既然你是系统，那你得快点送我回去，我还赶着排队投胎呢，争取下辈子成功躺平啊！系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油盐不进的宿主，一时间有些茫然。干什么？我说让你送我回去，我可没有主动绑定你，一切都是你私自做的决定。别啊，我这里条件丰厚，你说吧，你喜欢什么，我肯定努力满足。顾念托着腮思考了一会儿，看似犹豫地问：
你那里都有什么？我这里东西可多了，整个系统空间里就属我的种类最丰富了。系统见宿主的态度有所转变，既开心又骄傲地打开了系统商城，正准备给顾念展示呢，就看到了商城上锁的标志。不好意思，宿主，因为刚刚穿越过来，还没完成相应的系统任务，所以商城现在不能打开。不过你别担心，我还有自己的背包，等我翻翻。说完，系统就开始翻找起来。这系统怕不是才转正吧？业务这么不熟练，我突然很担心未来的日子啊。系统1412号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宿主的东西。宿主，这个东西你肯定用得上。顾念疑惑地看向系统页面，就发现系统背包里出现了一个物品。空间，这可是好东西啊，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的法宝。这个系统也不像我想的那么废嘛。可等他仔细查看这空间的使用说明，顿时有了哭笑不得的感觉。空间介质不完全版，目前只能使用1%的空间，即10立方米。空间内时间静止，可存放死物。注：此版本无灵泉无灵田，需要请升级。系统也看到了这个说明，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他是猪吗？怎么拿这种不完全体给宿主？可是他也没别的好东西了。完了，宿主肯定要知道他是班级里那个拉低平均分的了。就在系统自爱自怜的时候，顾念从背包里取出了那枚空间戒指。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估计是童子能拿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了。聊了这么久，还没说你这个系统是做什么的呢？宿主，我其实是炮灰升级系统，立志于温暖每一个受伤的炮灰，帮助他们重新拥有光明的未来。系统兴高采烈地介绍起了自己。怪不得没人愿意和你绑定了，主角系统可比你吃香得多。那我这个身体就是传说中的炮灰了。是的，这具身体是重生女主的小姑，也是女主的踏脚石，踏着她嫁给了男主，成为3个孩子的后妈，最终幸福一生。系统耐心地解释着原书的剧情。原来这本书的女主顾兰花上辈子过得不好，重生后直接瞄上了顾念的未来相亲对象。那人虽然带着3个拖油瓶，但赶上了80年代的那波浪潮，成功翻身成为市里的首富。顾兰花使尽浑身解数，想在原主相亲前认识了那人，后来又讨好了他妈，成功和那人结了婚，最后也顺利成为了首富夫人。感情他那便宜大侄女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给人当后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既然你绑定了我，也就是说我可以不走剧情，想干嘛干嘛，对吧？是的，宿主只要不伤及女主及男主的性命，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只是不伤及性命嘛，那就是说可以打伤他们喽。这么理解也没有错。顾念满意的绑定了空间戒指，虽然是不完全体，但是有总比没有强。看着空荡荡的空间，顾念决定以后一定要塞满它。现在能放进去的只有原主的小金库了。看着手里皱巴巴的3块6毛1分钱，只感觉赚钱迫在眉睫。收好了小金库，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处的玉佩，却没有摸到原主记忆里那块玉佩从顾老头死后就一直被挂在他的脖子上，怎么会不见了呢？系统，你在穿越过来的时候看到是谁推了原主吗？没有，那时我因为穿越消耗了大量能量，陷入了休眠模式，直到宿主醒来，我才摆脱休眠，重新激活。系统1412号有些无措地回道，宿主会不会嫌弃他太菜了？顾念对此倒是没有过多反应，没办法，这家伙一开始就把底线拉得很低了，他已经习惯了。那你醒来的时候看到我脖子上有没有半块玉佩？当时宿主脖子上什么都没有。这么说来，那拿了半块玉佩的人十有八九就是害了原主的凶手，而重生的女主顾兰花目前嫌疑最大。时间就在顾念和系统聊天中度过了，一晃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顾家其他上地干活的人也回来了。咱妈咋没在家？其余人都是同样懵逼表情。老大是不是傻？他们一起回来的，他不知道，他们又咋会知道？老太太就是在这时哼着歌回来的。回来了，一个个在院子里干杵着干啥啊？喝风能喝饱了，我让3毛热了菜盒饭，都赶紧吃饭去啊！一切准备就绪后，顾家大嫂才让闺女顾梅花去喊顾念吃饭。宝丫，你快过来，我和你说个招笑的。顾念听话的坐在了老太太身边，看着自己面前那与众不同的疙瘩汤和鸡蛋羹，再看看其他人面前的2掺窝窝头和棒茶粥，这老太太还真是藤原主啊！看啥啊？快喝，喝完了伤口才能好得快呢。顾念感受着这单纯的母爱，眼里有些湿润。她低头端起碗，吃了一口疙瘩汤，虽然只用盐调了味，但依旧很美味。老太太见顾念吃得开心，也开始讲自己刚才看到的事。我和你们说啊，老李家那小子今天前脚来咱家耀武扬威玩，后脚出门就被狗咬了，也不知道他咋得罪那狗了，狗也不咬别人，专往他屁股上咬，那叫一个惨忧。桌上的人听到这消息，神色各异。老二顾爱军紧张地问：妈，那李木生啥时候来的？他有没有欺负你们？
要是敢动手，我绝不让他好过。老大顾爱国则是不轻不重地说了句：哎，可惜了，那李家在镇上有点关系，要是小妹少做一点，和那李木生好好处，说不定以后还能去镇上的供销社上班呢。顾家老三神色莫名地看着手里的碗，没有说话。书里的女主顾兰花在听了老太太的话后，却神色一变，上辈子的今天可没发生这么多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饭桌上的老太太此时正面露生气地看着大儿子。爱国，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这件事本就是老李家做的不对，你反过来还怪你小妹，你究竟是谁的大哥啊？妈，整个大队谁不知道顾宝丫娇生惯养，17岁的大姑娘了，还让小辈给她洗衣服，就她这样的也得亏没嫁去李家，不然咱家得被埋汰成啥样啊！顾爱国说完，还厌恶地看了一眼顾念，老太太直接站起了身，拿起墙角的大扫帚，对着顾爱国就拍了过去，一边拍还一边骂着：老娘今天就打死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宝丫就算再不好，那也是你妹妹。何况这件事本来就是李家小兔崽子的问题，别人都知道帮忙骂两句呢。你这当哥哥的倒好，不帮自家人，反倒帮着外人。老娘当年刚生下来就应该直接把你掐死。老太太越骂越气愤，手上力气也不含糊。顾爱国本来就爱面子，现在院子里这么多小辈在呢，也不能直接跑，就这样被老太太打个彻底。妈，你别打了，大哥他也是一时糊涂，才说错了话。宝丫这么好的妹妹，我们咋可能嫌弃呢？顾家老大的媳妇刘翠花也赶紧应和道：是啊，妈，爱国他的嘴和棉裤腰似的，松垮垮的，啥都往外秃噜。就他那脑子，可能是听别人说啥了，自己还没想明白，就说出来了。老太太见有人劝架，自己也打累了，这才松开了手里的大扫帚。再让我看到你们谁胳膊肘往外拐，就给我分出去当过去。我老顾家没有这么吃里扒外的人，都听到没有？听到了。饭桌众人神色各异。宝丫，你别生气，你哥就是脑子不好使，被那损人当强使了。你别理他，赶紧吃饭。这疙瘩汤还剩这么多呢，快继续吃。要是喜欢，妈明天还给你做。这话一说出来，桌子上其他人都变了脸色。那可是白面做的疙瘩汤啊，怎么什么好东西都紧着顾念来？好，谢谢妈，我以后赚钱了，给你买大金镯子。老太太听了这话，立刻笑得合不拢嘴。哎呦，还是我老闺女知道心疼人，这些臭小子就知道气老娘。饭桌上的其他人听了这话，翻白眼的翻白眼，撇嘴的撇嘴。还大金镯子，顾宝丫还真是异想天开，就她那副懒样子，不把老太太的棺材本啃没了，都是手下留情了。这是饭桌上众人的统一想法，没人认为顾念说的是真话。疙瘩汤喝完，别忘了把这鸡蛋羹也吃了，你这缝了好几针，得多补充营养。顾家老大顾爱国听了这话又不乐意了。妈，那鸡蛋不是要带去城里换粮食的吗？咋又要给小妹补身体了？咋的？老娘养的鸡还不能给我闺女补身体了？宝丫不是你们亲妹子吗？你们一个个的咋这么歪呢？顾爱国见他妈生气，悻悻地闭上了嘴，不再说话了。一直安静的刘翠花说话了：妈，有件事我忘记说了，之前媒婆和我说过一嘴，说镇上的老于家想给他家儿子找个媳妇，他家条件可正经不错呢。小妹现在和李木生也吹了，不如去相看相看，要是合适就处一处。来了，剧情来了。书中写的是原主接受了和于家的相亲，但是被女主从中作梗，没来及去。果然看到了顾兰花那压都压不下去的嘴角。这位还真是上赶着当后妈啊。镇上的老于家，他家不就一个儿子吗？我记得他家儿子可结过婚了，老大媳妇，你啥意思？妈，那都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媳妇生孩子时没挺过来，只留下了3个孩子。听说老于家那儿子在部队当了干部，好像还升了连长。他人长得端正，家里也肯花彩礼，这小妹要是去了他家，肯定能享清福的，说不定直接随军，以后那就是官太太了。不行，条件再好，那也是个官夫，还带着3个拖油瓶，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是小白眼狼啊？我们家宝丫可没眼皮子浅到那个程度。妈，你别拒绝的那么快，也听听小妹的意见啊。大嫂不必看我，我可没兴趣给人当后妈。大伯娘，要不我去和于宏伟相看吧？人家于家能看上小妹，是因为小妹书读得多，人长得也精神。你小学都没读完，咋帮忙教育孩子？兰花，你奶都说了那人家不行，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爸，你们把人想得太坏了，那于宏伟可是当兵的，老于家的人肯定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再说我也到了该说亲的年纪，现在小姑她又不愿意，不如就让我试试，万一人家相中我了呢？老太太虽然对家里的女孩一般，但也没有真正苛待过。见顾兰花这副样子，刚想说点什么，就听到了一阵大力的敲门声。开门啊！我知道你们都在家，快给我开门！开门！老大，你去开门看看是谁。顾爱国拿起刚刚老太太打他的大扫帚，就走到了院子大门口。他刚拉开门栓，门就被人踹开了。顾爱国见来者不善，下意识就用大扫帚拍了过去，正好将人拍了个彻底。那人顺势倒在了地上，开始哭天抹泪。哎呦，我的天老爷啊！大家都出来看看吧，
老顾家欺负人了。顾念和顾家人往前走了2步，才看到了闹事的人。那是个长着吊梢眼、鹰钩鼻的老婆子，黑白相间的头发没给她带来岁月的慈祥感，反而看着愈发的阴险，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顾念在自己记忆里搜索着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息。原来这个人是李木生的奶奶李老太太。李老太太骂骂咧咧的声音，把周围吃完午饭的村民都喊了出来。李老太太一见这些人围了过来，嘴里喊得更大声了。我的天老爷啊，你咋不下个大雷，嘎嘣劈死这些人了？我家木生都被欺负成啥样了？这些人还有闲心吃晌午饭呢？这话一说出来，周围的人都奇怪地看向他。这李婶子发啥神经？不是他家李木生喜新厌旧，和牛丽丽处对象了吗？咋还好意思来老顾家骂人？顾念眼神冰冷地看向李老太太。劈死我们！我看老天爷是有眼睛的，不然为啥我们没事，就你家李木生出事了？要我说你也快了，就你这张臭嘴，不去粪坑里游一圈，都对不起你这满嘴乱喷粪。李老太太听了这话，麻利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凶狠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顾念。你个小丫头片子，真是给你脸了！长辈说话呢，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老太太王桂芳早就站不住了，听了这话，直接一个箭步就挡到了顾念的身前。你个上纲上线的老东西，这是我们老杨家，我闺女咋就不能说话了？要我说，你家李木生就是活该，人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他做的孽了，专门派了狗咬他。不然为啥那路上那么多人，狗谁都不咬，专往他屁股上啃？说不定狗都嫌他晦气。期视频由美团赞助播出，我出去消费都是美团团购，团美式茶饮5折起，吃一顿火锅能省100-200。五一出游吃喝玩乐我推荐美团团购。顾大娘这话说的有道理呀，今天下工的时候我可都看到了，那狗是留屠户家的大黄，平时可乖了，从来不主动咬人，今天不知道咋的了，那条路上那么多人，就对着李木生的后屁股就咬。当时我们都上去帮忙了，大黄就是不松口。该不会真像老顾家说的，李木生是遭了报应了？妈，你咋一声不吭，一个人就跑来了？你个怂包蛋子，要不是你不给木生出头，我这么大岁数犯得着出来吗？李宝根因为有个强势妈的原因，从小就被压抑了天性，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从来不主动惹事。妈，那狗也不是老顾家的，你找也找不到人家啊。李老太太白了他一眼。不说被狗咬，木生那脸现在可还肿着呢。丽丽都说了，是顾宝丫那个小不要脸的打的，我还不能来给孙子出个气了。可是李宝根还想劝说一下他妈，李老太太可不管那些，她只知道他家唯一的根被欺负了，那这事就不能善了。你们也别在那自说自话了，李木生就是我打的，怎么了？他一个大男人被我一个还带着伤的小姑娘揍了，还好意思找家长来找麻烦，也真好意思。我呸，就你这好吃懒做的小贱人，怎么和丽丽那准大学生比？我家木生之前就是瞎眼了，才会看上你。怪不得李木生突然移情别恋了，感情是牛丽丽要去读大学了，这家人真是无利不起早啊。咱村今年去工农办大学的名额下来了，我们怎么不知道？牛丽丽咋就知道自己是大学生了？周围围观的村民也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是啊，这大队长还没说要选人的消息，这怎么牛丽丽和李木生一家都知道结果了呢？这牛丽丽他爸虽然是大队里的会计，那也不能直接内定吧？一时间大家都没有心思看热闹了，这选大学生可是大事啊，他们得找大队长说道。一时间村民们都不想看热闹了。坏了，咋把这事说出来了？他见势不好，直接就要上手打人。顾念见李老太太要动手，灵巧地避开了，同时还做了个假动作，随后晃晃悠悠地倒在了地上。在围观的人眼里，就是李老太太直接把顾念打晕了。你个死丫头，装什么装？我压根就没碰到你。李老太太有些懵逼，活了这么多年，头一次遇到比自己还能碰瓷的。你个老不死的，竟然敢打我闺女，真当老娘是个摆设？王桂芳一边说，一边就对着李老太太的脸上抓去。李老太太的脸瞬间被抓花了。啊，我和你拼了！但是她此时已经落了下风，被王桂芳压着打，根本还不了手。大队长来了，大队长来了，大家都让让！围观的人大声喊着。都别打了。王桂芳见大队长来了，也就收了手。这次大队长来了，就这么算了，下次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我闺女，我活剐了你！大队长见到老太太这彪悍的样子，不由得也打了哆嗦。行了，桂芳婶子，这大中午的怎么不吃饭，反倒打上仗了呢？你们都说说吧，这到底咋回事啊？李老太太见大队长来了，立刻就想从地上爬起来诉苦，要让大队长给她一个公道。可顾念才不会给她这个机会呢，她先声夺人，虚弱地喊了一声：“大队长，我有话说。”行，那就让宝丫先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之前因为头受了伤，一直在屋子里休息。李木生就带着牛丽丽来了，还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我当时头疼的厉害，就让三毛送他们离开，可李木生他们却不依不饶的，我实在是气不过，就扇了他2巴掌。你放屁！我家木生那是心善，他好心来看你，你还倒打一耙。行了，李大娘，你都多大的人了，怎么成天找事呢？你看看，不是说你今天去人家自留地里薅菜了，就是说你昨天偷人家鸡蛋。还有这件事本来就是你家木生不对，人家小姑娘打他2巴掌怎么了？我要是他爸，我直接揍的那小子起不来床。大队长一向不喜欢李老太太，要不是李宝根和他媳妇都是忠厚老实的人，大队长才不会多和李老太太多说啥呢。大队长是不能这么算啊，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我家人丁不旺，儿子和儿媳妇又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家里都穷得叮当响了，还就知道在那傻干活。我拿的可都是大队里的富户，他们没了这一口又饿不死。随后他又哭哭啼啼地说，我这一大把年纪容易吗？做了这么多，到头来还落了这多埋怨。大队长，你可得给我做主，现在我家木生还在床上躺着呢，动都动不了。大队长对李老太太的说辞已经免疫了。你家木生这身体也太弱了吧，2巴掌就卧病在床了。大队长，这个我知道。那大娘就把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一遍。所以李木生是被狗咬了屁股才起不来床的，这被狗咬了，你找狗主人去啊，找老顾家干啥？刘屠户已经给我家赔了钱了，我现在是来找顾宝丫那件丫头算账的。木生要不是来找他，怎么会被狗咬？老顾家也必须给我家赔钱。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十分的无语，这都是什么思想啊？想找我算账？好啊，那我们就去镇上找公安，看公安同志是怎么说的。啥？大队里经常发生矛盾，基本上闹到最大，也不过是让大队长来解决。这啥时候找过公安啊？怎么，我敢去，你不敢去？李老太太这辈子都没去过公安局，此时已经有些六神无主了。宝丫说的没错，既然你要求人家赔偿，人家觉得不行，要找公安帮忙，多正常点事。你们收拾收拾，我赶牛车送你们去。李老太太一看大队长都同意去公安局了，这怎么能行？算了，我今天就大人有大量，不和你们一般见识。说完，直接推开人群，小跑着离开了。看到李老太太落荒而逃，人群里爆发出了一阵笑声。整个杏花大队的村民基本上都被李老太太赖上过，对她简直不胜其烦。这次李老太太吃了瘪，大家都很高兴。大队长，刚刚李老婆子说什么牛丽丽被选成大学生了，这事是真的吗？问这话的人是杏花大队的副队长魏有才，他一直对大队长的位置虎视眈眈。什么？牛丽丽啥时候被选成大学生的？我怎么不知道？大家别听风就是雨的。我今天才收到公社下发的通知，说咱们大队有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正准备下了工给大家开会呢。行了，事情都解决了，你们也散了吧。这大晌午的，不好好休息，下午咋干活？老闺女，快让妈看看，刚刚那疯婆子没打疼你吧？妈，我没事，就是头有点疼，我想回屋睡会儿。好，那你小心点啊。刚李老太太来闹的时候，你们一个个之前的能耐呢？宝丫躺在地上那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去扶的，都想啥？你还躺地上半天，全家竟无一人搀扶。小八，你能帮我探查到谁身上有玉佩吗？抱歉，宿主，以我的能力只能检测到那玉佩现在还在顾家，至于具体的方位就不知道了。而且那块玉佩似乎有点特殊，以我的能力还不能间隔太远去探清缘由，需要宿主拿回来，我才能进行更加仔细的扫描。而且我有一点要提醒宿主，系统能量不多了，要是再这样下去，等能量耗光，我就要被自动打包送回主神空间了。能量？小八，你说的能量需要怎么获得？回宿主的话，只要完成系统任务，宿主在获得积分的时候，我就会获得相应的能量。等等，宿主，你口中的小八是在喊谁？愣着干啥？屋里除了我就是你，不是问你，我还能问谁啊？可是宿主，你为什么叫我小八？1+4+2+1等于几？等于8啊！宿主怎么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啊？所以你才叫我小八啊？谢谢宿主帮我取名，前辈们都说宿主要是给系统取了名字，那就是代表系统已经成为了宿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竟然在第一个宿主的时候就做到了，等我回去，他们一定会羡慕嫉妒我的。小八，你冷静一点，现在咱们还有比让他们羡慕嫉妒更重要的事呢。要是一个做不好，你就得卷着铺盖卷回你的主神空间，成为第一个因为系统能量不足被迫回来的童子了。嗨嗨，宿主，你有问题就问，小八一定知无不言。现在有什么能做的任务吗？我们炮灰升级系统其实很少有固定任务，不会强行要求宿主必须完成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就说做什么能获得能量吧。一般来说，宿主更改原本的炮灰剧情就会获得一定的能量，同时如果能打脸主角也会获得能量，打得越狠，那能获得的也就越多。做任务前还是先养伤吧，我得好好睡一觉。
顾家人除了老太太和三毛，下午都去了地里。老太太见顾念睡着了，就带着三毛去了后山。确定人都走了，顾念就离开了自己的屋子，去了顾兰花他们的房间。小八，那玉佩现在还在顾家吗？宿主，不是小八不帮你，是真的没有余粮了。他又仔细翻找了一圈，把能找的地方都看了一遍，还是没有玉佩的踪影，只能遗憾的先回了自己屋里，重新计划起来。有些人啊，就是命好，咱们去地里累死累活，他可倒好，借着养伤的名义，在家里享福。是啊，我就是命好，不像有些人命里就是活多，那活根本干不完，做梦都得干活，累得半死呢。大嫂，小妹还受着伤呢，需要好好养着，不然咱妈又该心疼了。你就别和小妹一般计较了。女主的妈果然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这话听着好像是在劝架，实际上却又在挑起刘翠花的火气。都站在门口干啥呢？赶紧收拾收拾，吃饭啊！一会儿还要去空地上开大会呢。女孩因为吃的白米粥和鸡蛋羹，遭家人眼红。妈，你也吃，你也需要补一补。妈不吃，妈不爱吃这东西，你吃，吃了伤口好得快。妈，你不吃，我就不吃。哎呦，妈的老闺女长大了，知道心疼人喽。上一辈子就是这样，小姑做闺女的时候享福，嫁人了还享福，最后还成了首富夫人。既然重来一回，我一定要把属于我的都夺回来。晚饭后，顾家人收拾好后，就前往了经常开会的空地。顾家10几口人到空地的时候，空地上已经有了不少人了。哎，你们说，这回我家德彪能不能当大学生？这你让我们咋说？就你家德彪那小学都读了7年的样，去人家工农兵大学得多少年才能毕业啊？闺女，你想当大学生？妈，我不想去工农兵大学。王桂芳听后却没有太相信，刚刚闺女那渴望的眼神，她看得真真的。宝丫想去读大学，你们今天的票都给宝丫，再去找一下平时处的好的，让他们也投宝丫，听到了没有？啥？小妹还要上大学？妈，小妹那学习成绩你也不是不知道，连一科过60的都没有，她咋可能选得上？你就说你投不投吧。投。妈，我……喂，各家的人都到了吧？今天叫大家来呢，主要就是想和大家说下这工农兵大学生的事。大队长，这次大学生名额只有1个，咱们咋选啊？大队长环视了一圈，却没看到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这个老牛家在干什么？不是说让我提前来和大家打好招呼吗？怎么到现在人还没来？这名额是真不想要了。被大队长念叨的老牛家，此时正马不停蹄地赶往镇上的卫生院呢。现在想竞选大学生的直接举手，我们一会儿投票。我家宝丫要竞选。大队长，我家木生也要竞选。一股臭气突然袭击了空地上的村民。哎呀，这咋这么臭啊？谁家掏茅房了？还不是掏茅房，是茅房自己来了。顾念捂住鼻子一看，发现来人正是中午来闹的李老太太。你们还不知道呢吧？下午的时候，李老太太去她弟媳妇家偷鸡蛋，没想到被那抱窝的母鸡追着啄，一不小心就掉进茅房了。她弟媳妇家的茅房挖得深，存了好几个月的肥，就这么被李老太太糟蹋了。不是吧，不是吧，这也应验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似乎只要是我带着情绪诅咒，事情就会实现。李木生是，李老太太也是，晚上要和小八好好聊聊了。就在顾念发呆的时候，李老太太已经走到了空地的最前面。大队长，我家木生现在不能动弹，但是也想试试。我这个当奶奶的也不能让孙子失望，就替他站出来。你不会不让吧？李老太太心里没个13数，他家在村里啥人缘啊？谁会投给李木生啊？行了，想竞选的都走到前面来，马上要投票了。这个女孩因为嫉妒自己的小姑，故意散布消息。这面人可真少，我小姑那里人可多了，太好了，以后我小姑就要当大学生了。那丫头不是老顾家的吗？那他小姑肯定是顾宝丫那个贱人。我孙子当不上大学生没啥，可怎么能让那个丫头片子上了大学？大队长，我不服，顾宝丫那贱丫头身后怎么能有这么多人？你一天7个不服8个不忿的，到底想干啥？宝丫能有那么多票，也是她的本事，管好自己就得了。大队长，你这是包庇，是不是顾宝丫给你啥好处了，让你这么护着她？大队长被这话气得脸都青了。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那投票的人都是自己去的，我还能赶走他们不成？你再闹下去，你家木生别说这次的大学生名额了，下次他都没机会了。李木生就是李老太太的命根，他一听到大队长要对孙子出手，也不闹腾了。妈，你咋跑这儿来了？别一天听风就是雨的，就木生那样当不了大学生的。哎，木生那孩子也是一天天净想那不可能的事，啥时候能脚踏实地呢？李宝根来到李老太太身边，连拖带拽的把李老太太带走了。哎，这李老太太啥时候换地不好，偏偏这个时候换。没一会儿，大队长就统计出来票数了，胜利者正是他的侄子齐中旺。不少人围在齐中旺的身边恭喜他，顾家人则是晃晃悠悠的往家走。大嫂，那个相亲我去。刘翠花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真的？不过时间得往后移几天，我这头还受着伤呢。
那当然，你放心，我明天得了空就去给于家回信儿。顾兰花因为走在最前面，没注意到顾念刚刚做的事。大伯娘这是捡到钱了，笑得这么开心。第二天一早，顾念被鸡鸣狗吠的声音叫醒。呼，真是热闹的早晨啊！顾念穿好衣服，从炕上下来，准备洗漱。什么？今天不去了？大伯娘，你为啥突然变卦了？还能因为啥？当然是因为你小姑同意相亲了。喂，这回你就等着喝你小姑的喜酒吧。我小姑又同意了。顾念走到顾兰花的身后，笑着说：对啊，怎么了？可是小姑，你不是看不上于家人吗？怎么又同意了？是呀，但是大嫂又和我说了一些于家的好话，我就想着还是见一见，万一那于宏伟是个好的呢，那我岂不是错失一个金龟婿？听了这话，顾兰花不仅恨上了顾念，连同他说好话的刘翠花也一起恨上了。滴滴，恭喜勤劳的宿主成功在早上轻微打脸到顾兰花，让他的小算盘落空，感受到了失望。您亲爱，是小八提醒您，已经到账2积分了0。他趁着回屋擦脸的功夫，查看了系统商城，发现商城已经解锁了，1积分能够换到一个馒头，或者一个花卷，或者一碗白米饭，量都不大，唯一的优点就是这些都是热乎的。顾念看了看他感兴趣的其他东西。大力丸需要100积分，国产上海牌手表需要25积分，28大杠自行车需要30积分。这些东西，一个可以增强我的自保能力，其他倒是可以让我赚上一笔，这样上了大学之后还能有做生意的启动资金。顾念盘算好需要的东西后，才从屋里出来，准备吃早饭。奶，你听说了吗？我小姑要去相亲了。闺女，你要相亲？和谁啊？就是镇上那个老于家。老于家？我不同意。闺女，你听我说。妈，大嫂和我说了很多，我感觉大嫂说的也有道理。这相亲就是去看看，不行就当交个朋友。大嫂可是咱们老顾家的人，咋说也不能骗妹子吧？是啊，妈，我咋可能骗小妹呢？我要是骗人，就天打五雷轰。妈，你看大嫂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我也相信老天爷，如果大嫂真欺骗我了，一定会如她所言，被五雷轰顶。见顾念如此坚持，他也不好意思打击闺女。那你就去看看吧，不过我也得跟着你一起去，只让你大嫂跟着算怎么回事啊？我可还没死呢。早饭就在这解释与发誓中度过了。小八，我也得些积分了，你是不是有能量探查玉佩在不在顾兰花身上了？宿主，探查精确到人的话，能量还是差一点，不过我先把我背包里的4桶能量借你应急吧。说完，小八就开始探查起来。宿主，玉佩就在他的身上，一定要抢回来，那是个好东西。吃过早饭，顾念刚转身准备回屋，就听到了拍门声，还伴随着一个尖锐的女声：宝呀，你给我出来！大清早的，哪个狗在这里乱吠？门外的女人听到顾念的声音后，更加愤怒了。顾宝呀，你个瘟神，快给我出来！我的大学生名媛是不是你使的坏？屋里的王桂芳听到声音，也从屋里走了出来。闺女，你别怕，有妈在呢。眼看着院子大门被敲得越来越厉害，顾念才有了动作。门外的女人因为太过用力，直接顺着力道摔进了顾家的院子。哟，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行此大礼啊？快起来，我可没有压岁钱给你。顾宝丫，别喊那么大声，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记得以后叫我顾念，宝丫可不是你能叫的。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偏要叫宝丫，宝丫，顾宝丫。顾念却没有生气，只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想干什么？我要是受伤了，陌生哥是不会放过你的。被东西噎住的感觉不好受吧？一句简单的话让牛丽丽大惊失色。是你？什么是我？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丽丽姐，你可不要乱说话哦。牛丽丽只感觉毛骨悚然，也顾不上撂狠话了，跌跌撞撞的跑向了顾家。闺女，你刚刚和那牛家丫头说啥了？给她吓成那个样子，就差屁滚尿流了。妈，我也没说啥，只不过是扯虎皮拉大旗罢了，用大队长吓了吓她。那丫头脑子就是个不清楚的，说她要当大学生的是李木生的奶奶，得到大学生的是大队长的侄子，算账也算不到咱家头上啊。有了今天的事，她肯定不敢再来咱家了。而且我有个事想和你说。你这丫头，有啥事你就说呗，和你妈我还客气啥？这面顾家母女温情脉脉，李家却要鸡飞狗跳了。原来牛丽丽跌跌撞撞的离开顾家，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回家，而是去了李家。木生啊，你和那牛家闺女要不然就算了吧，那闺女长得一般，个子还矮，哪里配得上我的乖孙儿啊？当初就是看在她要当大学生的份上，才让你和顾宝丫黄了的。现在这大学生也当不上了，牛会计家又被风言风语传了不少话，咱家还是小心点好。牛丽丽听了这话，脑袋上都快冒火星子了，但是她想听听李木生是怎么说的。奶奶，我这今天和这个黄了，明天又和那个分了，这么三心二意，村里人得怎么看我啊？还没等牛丽丽高兴，李木生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就算是要分，那也得把好处榨干了再分。李木生他妈领着刘大夫进了院子，就看到了呆呆站屋门口的牛丽丽。丽丽，你来了咋不进屋啊？这一声直接把屋子里的祖孙俩吓一激灵。没啥，
就是来看你家李牧生死没死，果然祸害1000年，轻易死不了。李木生强忍着屁股上伤口的痛意，走到了屋外。丽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收起你那副虚伪的样子，我看了真的想吐。没想到你这么恶心，还顾念配不上你，你给顾念提鞋都不配。牛丽丽一想到自己因为这么垃圾的李木生和顾念那么邪门的女人为敌，就恨不得把之前的自己晃醒。她真是瞎了眼了。丽丽，我刚刚说的都是哄我奶奶的，你别当真。还有顾念是谁呀？我真不认识她。牛丽丽察觉到李木生的触碰，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欣喜，只有满心的厌恶与嫌弃，随后就抬头挺胸地离开了李家。第一，恭喜我可爱的宿主，间接解救了炮灰牛丽丽女士，成功让她看清李家人的真面目，更改了被炮灰的人生轨迹。您亲爱的小八提醒您，已经到账10积分，目前结余12积分0。顾念微愣，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收获。宿主，看来我们是挖掘到隐藏任务了。我现在有事要做，等一会儿进屋了，咱们再商量任务的事。好的，宿主，小八等你哦。顾念看着自己面前怒火中烧的王桂芳，只感觉心里暖暖的人，有人在乎的感觉可真好。闺女，你咋不早和我说呢？兰花这丫头竟然都偷到你头上了，看她回来我不教训她的。王桂芳一边说一边挑着扫帚，看样子顾兰花今天这顿打是逃不了了。宿主，这隐藏任务是连我们系统都不知道的，并且每个系统的隐藏任务都不同，若是完成的多，有机会获得更高级别的奖励呢。突然，一个带着金光的弹窗海报出现在了顾念的眼前。系统商城 VIP 会员3天体验卡，宿主，你快领取呀，这可是个好东西，是我刚刚在后台帮你申请的系统福利。还好我下手快，这次下发的名额不多，很多系统都没抢到。顾念手快地点击了领取按钮。这个 VIP 会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当然有了，只要是系统商城的 VIP 会员，就每天可以免费获得1样物品，购买东西还可以打折。VIP 等级越高，折扣就越大。免费的，什么都可以吗？理论上是这样，宿主获得的东西是随机的，一般是根据幸运值、功德值的平均数值抽取。也就是说，您越幸运，好事做得越多，获得的东西也就越好。幸运值，我看看我的是多少。只见那系统页面上显示着顾念的个人数据。姓名：顾念，年龄17岁，身高166厘米，体重50千克，样貌80分，普通人中的美人，幸运值99，你就是人中锦鲤，差1分是怕你骄傲。功德值10物品，空间戒指不完全体，半块身份玉佩遗失中。我的幸运值竟然这么高，我当时看到也很惊讶，这可能就是你们人类口中的因祸得福吧。之前我还在想我乌鸦嘴成功率怎么那么高，看来是和我的幸运值有关系啊。那就让我看看这么高的幸运值能随机到什么东西吧。他眼疾手快地点击了领取，一阵金光闪过，页面留下了一样东西。治病救人小药丸。宿主，你这运气真不是盖的，这可是好东西，是传说中的神药，一颗就可以药到病除，这可是有积分也很难买到的东西。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顾念从屋里出来，有些期待地看向大门口，毕竟一场属于女主顾兰花的好戏就要开场。顾兰花偷拿玉佩败露，老太太霸气质问：顾兰花，你还不过来？兰花，兰花姐，你咋惹奶了？快过去，不然奶更生气了。顾兰花看到他奶这个架势，就知道今天的事不能闪了。磨磨蹭蹭的干啥？还不快过来！顾兰花快步走到了前面，但是距离王桂芳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她可不想让这讨人厌的奶奶打到了。妈，兰花到底犯啥事了啊？顾爱君还是心疼闺女的，不提还好，一提起这事，王桂芳就更生气了。顾兰花，你给我跪下！顾兰花看到王桂芳这凶神恶煞的样子，腿一软，一个没控制住，就咣当跪在了地上。妈，你别生气，这兰花究竟干啥了？是呀，奶，我姐到底干啥了？还干啥了？她小姑当时受伤，她发现了也不吱声，还把她小姑的玉佩给偷走了，真是老顾家的好闺女啊！这话一说出来，顾家人都愣住了。啥？兰花偷宝丫的玉佩？妈，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家兰花咋可能做这事啊？而顾兰花则是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件事，那还好。奶，你咋能这么想我呢？我啥时候偷我小姑玉佩了？顾兰花强撑着身体，眼睛一转，开始狡辩。小姑，你就算平日里看不起我，那也不能冤枉我偷你玉佩呀。那你敢说你没偷吗？王桂芳也不和顾兰花继续啰嗦，直接走到她身边，就要开始搜身。奶，你要干啥？王桂芳可不管那么多，直接招呼了儿媳妇们。老大媳妇、老三媳妇，你俩给我按着她，我倒要看看那玉佩在不在她身上。婆婆都发话了，两个儿媳妇哪能不听呢？于是顾兰花就被两人死死地抓住了。王桂芳先是看了看顾兰花的脖子，玉佩并没在她脖子上。这咋没有呢？奶，你不能因为小姑随便编的几句话就冤枉我偷东西啊！
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顾兰花开始啜泣起来，看着无辜极了。顾爱军看到这一幕，不禁有些难受。妈，兰花兜里没玉佩，你这不是冤枉人吗？听了他说的话，王桂芳不禁眼睛一瞪。兜里没有，就能代表他没偷吗？谁知道放没放衣服里啊？老大媳妇、老三媳妇，给我把兰花带我屋里去，我好好搜搜。哎，好的，妈。刘翠花和石红玲拽起顾兰花，不顾她的挣扎，就拖着进了正屋。果然在这里，你可真能藏啊！顾念好奇的看去，随后就是一阵无语。这玉佩她有点不想要了。原来顾兰花为了玉佩不被别人发现，就在内裤上缝了一个小兜，把玉佩装在了那里。闺女，你那半块玉佩妈给你找到，快戴上试试。她能说什么呢？她总不能说嫌脏吧？妈，既然找到了玉佩，那就彻底把这件事解决了吧。王桂芳神情严肃的点了点头，对还在哭哭啼啼的顾兰花说：哭个屁啊！难道偷玉佩的事不是你做的啊？还不赶紧把衣服穿好，好像老娘虐待你似的。顾兰花低垂着的眼眸里写满了恨意。都是这个老钱婆，要是她死了就好了。顾念惊讶地看向炕上的顾兰花，在那一瞬间，他似乎感觉到了强烈的恶意。爱军，来，你过来看看，这可是从你闺女裤头里翻出来的，现在知道谁说谎了吧？顾爱军面如土色，现在就敢偷东西，那以后是不是还想杀人啊？孙辈我一向是不咋管的，可你们这些当父母的，就是这么教育自己家孩子的。顾爱军被这些话说得抬不起头来。妈，这事是我家兰花做的不对，我替她给小妹道歉。王桂芳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这木头儿子是没救了。你替他道歉算怎么回事？他没长嘴，不会自己说啊。顾爱军听了这话，他的头压得更低了，恨不得立刻钻进土里。你就庆幸兰花偷的是宝丫的东西吧，要是偷外人的，人家早给你送局子里去了，到时候看你咋整。妈，这偷东西可不是小事。是啊，妈，这次是让我们抓到了，但谁知道兰花这是不是第一次的？行了，这事你俩就别插嘴了，我自己有主意。顾兰花，你给我过来。顾兰花慢吞吞地往王桂芳那里移动，浑身上下写满了抗拒二字。说吧，你为啥要偷你小姑的玉佩？顾兰花见事情已经败露，只能用自己现编的借口。我一见那玉佩就喜欢，一是贪念才做了错事。顾念却没有相信。你是在我昏迷时拿走的玉佩，那为何没帮我喊人救命？这我担心被人发现偷了玉佩，才没有喊人来，真是谎话连篇。顾念对着顾兰花就狠狠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打你见死不救，这一巴掌是打你偷我玉佩。2巴掌下去，顾兰花的脸已经微微隆起，红彤彤的，看起来可怜极了。宝丫，说教归说教，你咋能打人呢？顾兰花他妈尤树琴有些不满的小声说：咋的？宝丫还没资格教育兰花吗？要我说，这件事里最有资格的就是宝丫了。当初要是兰花早点喊人过去，宝丫哪用得着失血过多，差点就丢了小命。要是宝丫有个3长2短的，你家兰花就是杀人凶手。尤树琴一遇到王桂芳就熄火了，不再为顾兰花说话，乖乖的当之前那个鹌鹑。那你有看到是谁推的我吗？这句话一出，顾家就陷入了沉寂。啥？宝丫，你不是自己撞墙的，而是被人推的？那你咋不早说啊？对啊，谁能在咱家推宝丫啊？大家下意识的看向了顾兰花。不是我啊，我进去的时候小姑就已经倒在地上了，而且就算我再讨厌小姑，也没想亲手杀了她啊。顾兰花感觉到了众人的视线，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可不是顾兰花，那会是谁呢？事情又陷入了死局。顾念看了看顾兰花有些红肿的脸颊，还是不够红啊，又使了浑身的力气，打了许多下。这回够红了。尤树琴和顾爱军看着小妹打闺女，但又没法阻止，只能在那里干着急。顾梅花倒是想上去劝劝顾念，却被他妈刘翠花给拦下了。梅花，你可别冲动，你小姑现在可在气头上呢，万一连你一块打咋整？再说这是本来就是兰花的错，这些巴掌是她应得的。顾梅花无奈，只能作罢。我要问的都问完了，妈，这事你想怎么处理？今晚不准你吃饭，罚你去你爷爷牌位前跪着认错。从今往后，家里的杂活累活都交给你干，我啥时候说停才算停。王桂芳说完，就拉着顾念的手进了堂屋。闺女，妈这罚的行吗？你心里咋想的？可以了，妈，兰花有了这次教训，以后肯定会重新做人的。和王桂芳说了会儿话，顾念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滴滴，恭喜我伟大的宿主成功打脸女主顾兰花，让她从此背上小偷的骂名，扭转了顾家人对她的印象。您亲爱的小八提醒您，已经到账5积分，目前结余17积分。滴滴，恭喜我厉害的宿主成功完成炮灰逆袭第1步，夺回身份玉佩，脚踩小偷女主。您亲爱的小八提醒您，已经到账5积分，目前结余22积分。滴滴，经系统检测，宿主符合标准，成功开启支线任务，完成原主的遗愿。顾念查看了一下任务内容，第1条就是好好照顾王桂芳，让她晚年幸福。
第二条是要报复顾兰花，把她想施加在原主身上的手段全都反弹回去，绝不让她过上好日子。第三条，原主希望顾念可以在这个世界获得幸福。你放心，这些我都会一一做到的。顾念摸着心口保证道。宿主，你那块玉佩里面另有玄机。有什么玄机？难不成像其他小说似的，那里面有个空间？不愧是我的宿主，真是冰雪聪明，一猜即中。这里面确实有个空间，只不过这玉佩只有一半，那空间也就是个不完全体。那这玉佩里的空间能和我那空间介质融合吗？反正都是不完全体，说不定1加1大于2呢。可以是可以，不过这个技术需要我有足够的能量。宿主今天打脸虽然获得了不少积分，但还是不太够。放心，一切包在你家宿主身上了，你就等着干活吧。吃过晚饭，顾念从屋出来时，就看到尤淑琴捂着肚子，悄悄地往顾兰花跪着的那间屋子走。大嫂，你这是想去哪儿啊？没想去哪儿，我就是肚子疼，想去茅房。可是咱家茅房好像不是这个方向吧？啊，我是肚子疼猛了，走错方向了。小妹，你忙你的，我得去茅房了。说完就捂着肚子跑走了，那慌乱的样子，好像后面有狗在追。他就看看今天谁敢给顾兰花送饭吃。行了，别哭了，本来就闹心，被你哭得更闹心了。爱君，兰花背上这小偷的名声，以后在家里咋做人啊？不如咱们分家吧。分什么家？我妈还在呢，这时候分家，你是想让村里人戳我几两骨吗？兰花她那是自作自受，要是别人笑话她，那也是她该得的。顾兰花跪在爷爷的牌位前，她双眼通红，把顾家所有人都恨上了。第二天一早，顾念依旧被金铃犬吠声吵醒，一开门就看到了走路一瘸一拐的顾兰花。早饭时，顾爱君家异常的沉默，顾念可没有帮他们梳理情绪的意思，和王桂芳你帮我夹的菜，我帮你夹的菜，吃得开心极了。吃过早饭后，顾念等顾家人都去田里了，就离开了自己的屋子，打算去村里逛一逛。顾念刚从家里出来，就遇到了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娘。这宝丫啊，你那脑袋上还有伤呢，你妈咋就放心让你出来啊？吴大娘，我的头没啥大事了，想着出门溜达溜达，对身体也好。那也是，不过你走路还是得小心点，别再磕了撞了，不然你妈得心疼死。吴大娘，我知道的。宝丫，你和那个李木生分了就对了。那天我收拾院子的时候，就听见他家吵吵闹闹的。仔细一听，你猜我听到什么了？张大红，我们哪能知道你听到啥了？行了，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是牛会计家的丽丽在院子里和李家人吵起来了。原来那李木生就是看中丽丽可能会当上大学生，这才和宝丫黄了的。我呸！我以前还以为那李木生是个好的。真不愧是李老太太的亲孙子，和他一脉相承的不要脸。和几个大娘说了会话，顾念继续一个人溜达了起来。人经过房屋前，被人一把拉住，一个过膝摔，男人被狠狠摔在地上。你这个死女人！竟然是他，那个城里新来的知青。原主知道眼前的人是新来的知青，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他似乎对他很熟悉，还说他喜欢他。这里面定然有重生女主顾兰花的手笔。这个新来的男知青就是书里原主被迫嫁的丈夫周志满。虽然是城里来的，但是他家并不富裕，靠着不要脸，在知青大院里蹭吃蹭喝了一段时间。有看不下去的老知青给他支了个招。啥？娶个农村媳妇？这农村媳妇怎么了？娶了农村媳妇，你在这里就有家了，不说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吧，起码能不挨饿了。再说了，就你家那条件，在城里也娶不到媳妇啊。老知青看似掏心掏肺的话，却直接戳到了周志满的肺管子。还没等他有所行动呢，就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言辞恳切，说对他一见钟情，希望有机会可以相处试试，落款是顾宝丫。之后的几天里，周志满陆续收到了不少顾宝丫的信，以及随信带着的鸡蛋。信里顾宝丫说了很多，说他并不喜欢李木生，只是迫于无奈才和他处对象，他真正喜欢的是像周志满一样的文学才子。没想到，当他主动去找顾宝丫的时候，他竟然装不认识他，还用扫帚把他轰走了。宝丫，是我啊，你最喜欢的志满哥。什么志满哥？我跟你可不熟，周知青还请自重。顾宝丫，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你给我写了那么多求爱信，你都忘了吗？什么求爱信？你有证据就拿出来。哼，我就知道你这水性顾花的女人靠不住，证据我都随身带着呢。你要是不嫁给我，我就拿着这些信满大队的喊，看你还怎么做人。周志满神情猥琐地掏出了一厚沓的信纸，看向顾念的目光里充满了势在必得。嘿嘿，要是不想我把这件事说出去，就乖乖按我说的去做。顾念看着越来越靠近的周志满，直接一个高抬腿踹到了周志满的脖梗处，将他踹趴在地。你啊！周志满痛苦地趴在地上，刚想说什么，就发现自己说话十分的费劲。顾念缓缓走到了他的身边，从他的手里拽出那一厚沓信纸，快速地看了看那些信纸的内容，那词语之肉麻，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女主不愧是女主，那书中原主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重生女陷害逼迫，最后哭着嫁给了周志满。婚后，周志满简直放他的本性，对着原主非打即骂。原主唯一的孩子就是被周志满打没的，至此也落下了病根。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了。反观周志满，借着女主后来的权势，做起了小生意，赚得盆满钵满。后来娶了个女大学生不说，外面还有小三、小四、小五，成为了杏花大队人人羡慕的对象。而原主在后来村民的口中，就成了那个运气不好、死得还早的原配。
想到这里，顾念看着哭鸡鸟嚎的周志满，眼里充满了怒气。你不是喜欢漂亮姑娘吗？那以后就当个漂亮姑娘吧。周志满迷迷糊糊，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感觉到两腿之间他最宝贵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痛意。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记住不该说的话别往外说，不然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周志满捂着下半身，想要骂人。嘘，别说话，你这嗓子可得好好养养，不然好好的知青成了哑巴可怎么办？对了，如果你乱说话，我就真把你变成哑巴。顾念看似关切地看着周志满，嘴里说着威胁他的话。忘了说了，这些信并不是我写给你的。周志满虽然说不了话，但是脸上写满了不信。你认为我真的看得上你吗？还有写信又送鸡蛋，真把自己当潘安了。周志满原本装满江湖的脑袋，似乎是被顾念打清醒了。谁？当然是我的好侄女顾兰花了，她喜欢我的相亲对象，就想着把我赶出局，才会做出这种事。周志满刚想说些什么，就感觉嗓子一阵疼痛。行了，一会儿收拾好就自己回去吧，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我教你吧。说完轻松的离开了。在顾念转过身后，周志满就抬起头，眼里充满了恶意。笑话，真以为他是3岁小孩呢？他周志满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顾兰花、顾宝丫这2个女人竟然敢这么戏耍他，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心里是豪情万丈，但现实是残酷的。周志满发现他竟然连从地上起身都做不到。救命啊！此时正好是杏花大队下工的时间，村民们都扛着农具往家里走。李大头，别跑那么快，等等我。李大头见小伙伴追不上了，也听话的放慢了脚步。王小头，你听没听到一道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喊着什么。王小头竖起了耳朵，仔细的听了听。大头，你咋一惊一乍的呢？我啥都没听到啊。李大头却觉得自己没听错，他乃可说过他是天上的顺风耳转世，耳朵最灵了。李大头认真分辨着声音的方向。小头，我可没说瞎话，我找到了，你快跟我来。说完也不管王小头跟没跟上，率先就往一个方向跑去。李大头，你跑慢点，等等我啊！王小头无奈的跟在李大头身后，一边跑一边喊着。李大头7拐8拐的就来到了周志满所在的附近。大头，你来这里干啥？这小巷不是没人住了吗？李大头咧嘴笑了笑，露出了他那漏风的门牙。小头，让哥给你显摆下啥叫顺风耳吧，这附近里绝对有人在喊救命。说完，李大头就拐进一个巷子。周志满一听到有人的声音，立刻惊喜的抬头看，可在看到来的人是2个孩子后，眼里的光就暗了下来。这俩孩子都不大，咋能磨得动他一个大人呢？找大人，我来。2个孩子看到周志满这副样子，直接被吓了一跳。小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喊大人过来。李大头毕竟比王小头大上一些。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有人要死了！李大头扯着嗓子使劲的喊着，把路上的村民都喊了过来。大头，咋了？你家出啥事了？啥？是谁要死了？李大头被村民们七嘴八舌的围住了。那里有个人躺在地上，身上还有血。村民们听了李大头的话，不由得脸色一变，快步赶往了周志满所在的院子。就这样，周志满被一群人送到了刘大夫的卫生所。刘大夫，他这是咋整的啊？我们问他，他也不说。有那好信儿的村民，等刘大夫检查完，就好奇的问了出来。他倒是想说，那也要能说得出来。本来就伤到了声带，偏得还一直用力喊，没什么哑巴，都算他命好。刘大夫嫌弃的看了周志满一眼，身上大部分都是皮外伤，除了啥？哎呀，刘大夫，你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啊？可他膝下3寸似乎是被重物碾压过，若是治不好，怕是不能人道了。则这周志满是造了多大的孽啊，才会被人这么报复？周志满原本意识有些不清楚，但是刘大夫这句话却听得异常清晰。刘大夫听到声音，赶紧走了过去。你可别说话了，不然真要变哑巴了。顾兰花。周志满从嗓子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刚想继续说顾宝丫的名字，却发现怎么都发不出声音了，脑海里不由自主的浮现了顾念临走前说的那些话。如果你乱说话，我就真把你变成哑巴。周志满惊恐的捂住了脖子，随后求救似的看向刘大夫。嗓子咋了？刚我给你检查过了，好好养一段日子，说话是没问题的，就是可能嗓子会变得粗一点。刘大夫虽然这么说，但见周志满的神情还是那么的惊恐，就又帮他检查了一次。你这嗓子怎么恶化的这么快？我这里医疗条件有限，只能尽力帮你治治，但是不保证能治好。你要是有钱，建议你去卫生院检查。这边男人刚送到诊所，大队长就赶来了。刘大夫，周知青怎么样？到底发生啥事了？刘大夫把自己刚刚检查的结果汇报给了大队长。周知青没说是谁伤了他吗？大队长，刚周知青在还能发出声音的时候，说了一个人的名字。是谁？顾兰花。顾兰花，这是和他有关系？大队长疑惑地走向周志满。周知青，是顾兰花害你受伤的吗？你不用说话，是的话就点点头。周志满想也不想的点了点头。大队长神情一变，叫来大儿子。德发，你去你贵房哪家，把兰花和他爸妈叫来。这边卫生所里气氛凝重，顾家倒是气氛正好，只是因为他们有肉吃了，还是顾念带回来的。妈，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咋还买肉了？啥？我买的肉啊，是你们小妹今天去后山抓到只兔子，还不谢谢你小妹？啥？
小妹，不可能吧？有啥不可能的？我闺女就是运气好，哪像你们几个混小子，去后山连根兔毛都捡不回来。顾家三兄弟并没有把母亲的吐槽放在心上，这生气哪有吃肉重要啊？这边刚放好桌子，就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德发哥，是大队长叔叔有事吗？齐德发点了点头。爱军叔，我爸让你们3口人去趟卫生所，有事和你们说。德发，大队长找我们啥事啊？这事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你们还是和我去趟卫生所吧。就在顾爱军和尤树琴磨磨唧唧的时候，王桂芳直接拍板决定：行了，别磨蹭了，都去卫生所，我倒要看看是咋回事。顾家众人遗憾地看了一眼厨房，深吸了一口肉香，才出了家门，往卫生所走去。很快，一行人就到了卫生所。大队长没想到顾家竟然来了这么多人，赶紧让大儿子给王桂芳拿个凳子，让他坐下。今天咱们大队发生了一件恶性打人事件，周之满之清被人打倒在地，受了很严重的伤。大队长，这周之清被人打了，你找凶手去啊，为啥还要找我家爱军？王桂芳像是想起什么，惊讶地看向大队长。不是，你不会是怀疑我家爱军吧？大队的人都知道我家爱军贼老实，你再给他2个胆子，他都不敢和人打仗，更别说伤人了。不是你家爱军，是他闺女兰花。不是，大队长，兰花咋可能做出这种事啊？你是不是弄错了？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受害人说的。那个周知青，我家兰花瘦瘦小小的，今天一直在地里上工来着，咋可能是打你的人啊？你是不是看错了？原本还在病床上挺尸的周志满睁开了眼睛，下意识摸了摸嗓子，紧接着拿起了刘大夫给他准备的纸笔。就是顾兰花指使人打的我，他想和我处对象，但是我不同意，他就想报复我。我身上还有他写给我的情书，还有和我一起住的人也知道他总给我送信和吃。